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刚刚官方终于公开了新的领袖驻防统帅的技能，但是我没有想到官方的设计居然是长这个样子啊！它这个画风有一点比较偏迪士尼了吧，有一点像那个莫安娜的那个画风。那我认真说，如果只是看他的脸的话，其实还好，不算特别丑，但是他那个下半身设计的有一点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OK， 不管怎样，就是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个统帅就是拉布领袖驻防技能。第一个技能对附近的5个目标造成一次直接伤害，伤害系数2000，每增加一个目标递减 15%。不过在之前的影片我就跟大家讲过，其实它这个是原型来的，在还没有正式出现消息之前，在中文版那边是已经写了原型 AOE， 那也是跟菠萝头一样是打5个目标的。假设目标是集结部队，就会额外造成300的伤害。那也因为这个统帅的第一个技能的关系啊，也间接性固定了他的位置是必须要放在副将，因为他的主动技能没有任何的争议，只有伤害而已，所以他就必须要搭配一个主将，可能在他释放技能之前就有一些争议啊，比方说普攻伤害提升、技能伤害提升之类的。打个比方，如果是用双领袖驻防的话，可以搭配菠萝头，那菠萝头可以先开护盾，而且菠萝头的防御天赋是比技能天赋还要更好的，或者是搭配哥哥也是一样，用防御天赋、普攻伤害提升、反击伤害提升，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也就是说，这个统帅如果他是做驻防打集结的话，就是有2300的直接伤害。事实上，他这个直接伤害是属于比较偏高的，一般来说原型 AOE 的统帅不会有这么高的伤害，像是诸葛亮的直接伤害只有2000点而已，不过这个没有包括武侯效果那些啦。就算是用于野战打5个目标也是有2000的伤害，不过我们还没有看后面的技能，暂时还不知道能不能野战，我们接着看下去。第二个技能攻击力提升 20%， 在攻击集结部队的时候就会额外增加 10% 的技能伤害，这个是一般的争议，也没有什么好讲，我们跳过。所率领部队有携带3种兵种以上，就会额外提升 10% 的防御力跟 10% 的生命值。担任驻防统帅时减少 5% 的伤害。假设是驻防自己的城市，将会有 5% 的伤害减免。那我相信一般野战也不会有玩家带3个兵种吧，所以他这个技能比较适合用于驻防。每当这位统帅使用主动技能时，他这里的描述有点不一样啊，他不是说这个部队，而是这个统帅。这位统帅担任驻防统帅的时候，将会提升 10% 的伤害，持续3秒。如果这位统帅担任你的城市驻防的话，将会有 20% 的额外伤害加成，持续3秒，又是另外一个用于驻防的技能。那这里的描述是写 This Commander，英文版本的描述可能跟中文的描述会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是翻译去中文的话是自身部队，这个跟亚述巴尼巴的技能描述是一样的。所以根据官方之前设计的一些统帅技能来看呢，这个技能是没有限制于这个统帅是必须要做主将还是做副将才可以触发，只要这位统帅在队伍里面，不管他是搭配哪一位统帅都好，那位统帅只要触发了主动技能都会触发以下的争议。但是另外一个又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上面写 This Commander Troop， 下面是写 This Commander， 他就会获得，所以就弄到我比较混乱一点，到底是这位统帅只有他自己可以获得而已，还是他整个队伍都可以获得？因为照理来说他下面应该要写 Their Troop， 就是他们的部队，而不是写 This Commander 而已。那假设只有这个统帅可以获得的话，那这个统帅的位置就要调换了，他就要变成主将了。但是假设没有限制的话，照理来说应该会触发2次才对的，就是主将跟副将。不过这个技能没有写到能不能刷新时间，能不能叠层。假设这个技能设计逻辑是跟亚述巴尼巴的技能是一样的话，就是它会刷新时间持续下去。不过你们也看到了，它上面是写 This Commander Troop， 然后下面是写 The Troop， 而不是 This Commander， 所以就只能等官方中文版出现，又或者是等这位统帅出来之后，我们再做测试，看他到底是针对整个队伍，还是只有这位统帅有获得这个加成而已。最后的觉醒技能是第一技能的加强，也是一样，圆形范围5个目标造成2000的直接伤害，然后 15% 的递减。但是当目标是集结部队的话，它从原本的额外伤害300变成500。假设这位统帅担任你的城市驻防统帅，将会获得1秒的经手效果，并且在接下来3秒内将会减少 10% 受到的技能伤害。那么在看了觉醒技能，各位也知道这位统帅的定位到底在哪里了，他必须要做主将。不过当然的，他这里的描述是驻防自己的城市的时候才有经手效果跟额外的技能伤害减免，所以驻防自己城市的话可以用这位统帅作为主将，再加上我刚刚所讲的技能，不知道到底是针对这位统帅而已还是他整个部队。
不过我也是想到另外一点啊，这个统帅他这个技能后面不是有写到额外的直接伤害是针对集结目标吗？我在想着如果也这样打那些集结部队的话，会不会有用到这个效果？那当然这个统帅呢其实也不太适合用来围集结啦，我是认为没有必要为了那500的额外伤害特意用这个统帅去打集结啊。毕竟这位统帅他比较多的技能是针对于驻防，有很多加成只有驻防才可以使用而已，你用于野战是用不了的。那这位统帅用于驻防据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针对于据点他比较偏向于驻防自己的城市会比较好，有更加多的额外加成。正常的玩家城市里面应该大多数都是混兵啊，那你们想一下，这位统帅又打5个目标圆形 AOE， 再加上菠萝头也是圆形范围5个目标，也是可以用混兵搭配。所以在接下来驻防城市的主流搭配就是菠萝头再加上这个新的统帅了。这个新的统帅出现也比较明显了，他就是来代替李舜臣的，所以李舜臣是可以直接退休了。不过说实话，其实李舜臣也是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觉醒他也不亏啦。还有这位统帅另外一个用处就是用于打野蛮人了因为他也是圆形范围嘛，只是不知道他的圆形范围像迪奥多拉那个比较小个，还是像菠萝头那样就是正常的圆形范围比较大。至于能不能搭配其他的统帅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啦，因为现在哥哥其实搭配菠萝头效果还蛮不错的。只是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位统帅是没有护盾加成的，毕竟他手上拿着这么大的护盾，但是完全没有看到有任何护盾效果，反而菠萝头才有这个效果。在之前我就有说过，新的阵型是针对于有护盾的统帅，所以这位统帅搭配哥哥的时候就不需要用新的阵型龟甲阵了，只要用回原本的拱形阵就可以了。假设是要考虑培养这个统帅用于野战的话，你们可以不用想了，基本上他5个技能里面至少有4个技能是针对驻防，野战是完全用不到的，又或者是你野战不可能会有达成那个目标带3个兵种，反而你选择菠萝头还比较适合用于野战。因为我自己本人是真的有带过菠萝头去打野战的，就是拿来搭配关羽啊，又或者是搭配西皮搭配项羽都有试过，其实出来的效果还蛮不错的。不过也因为这个统帅是驻防统帅的关系啊，所以各位必须要觉醒这位统帅，但也因为他是驻防，所以也不是每一个玩家都必须要准备这位统帅。我觉得如果他的经手效果不是针对自己驻防的城市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点啊，他只是针对驻防据点，而且经手效果也只是让对方没有办法释放普攻伤害而已。我不是很了解为什么官方要以这个技能作为看点放在这个统帅上面，对我而言是比较失望一点点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位统帅的技能介绍啦，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你们会不会去培养这位统帅用于驻防自己的城市？那讲真的，如果你是已经拥有菠萝头的情况下再拿这位统帅是真的很强。假设有哪一些翻译错误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